硬油、酱油膏、蚝油、湖底油、薄盐酱油，台湾人吃什么都爱加酱油，但你说的酱油是我以为的酱油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酱油吧。现在下载 Hami Video App 并进入 CAT 网红馆，你就可以在这个为台湾新媒体创作者打造的全新平台，独家抢先看到许多优质的创作内容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酱油是很多台湾料理的灵魂，从卤肉、油饭、烫青菜到皮蛋豆腐，几乎什么都可以加酱油，而且种类也超级无敌多，像什么硬油啊、蚝油、湖底油，而且有的用黄豆，有的用黑豆，有的用什么脱脂豆片，这到底有什么差呢？还有那个酱油膏，明明都叫酱油膏，为什么有的是咸的，有的是甜的？你们这样搞得我好乱啊！酱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种种类？它们之间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和大家看一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按照惯例，还是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这边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消息哦，我们公司的儿童教育娱乐品牌芒狗狗官网正式开幕了。为了庆祝官网开幕，芒狗狗第1到第6本的绘本限时优惠66折。这6本绘本是我们以芒狗狗为主角所开发的台湾在地原创教材，过去1年间已经在嘖募资创下了2次破100万的亮眼成绩。而最近我们也会推出在4本全新的绘本，在这些绘本里面，我们为不同的年龄层的小孩设定了适合的主题，例如给3到6岁小读者安全过马路的交通主题，也有为7到12岁的大孩子设计学习面对被拒绝的情感主题。目前这4本全新的绘本呢，只有在芒狗狗的官网独家预购，所以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芒狗狗官网网址，带芒狗狗回家，用精彩的故事陪孩子们轻松学习，快乐成长吧。酱油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周朝，当时就有用鲜肉啊、鱼虾等动物性蛋白质发酵腌制成酱的记录，有点像是现在这个东南亚饮食里面呢常常用到的鱼露。但肉类对于平民的负担太高，所以到了汉朝出现了用大豆做的酱，风味一样鲜美，但成本低廉，才开始广为流传，而这也就是现在酱油的原型。明郑时期，军人和移民把黑豆酱油的酿造技术带来了台湾，大受欢迎，因而发展出了后院及酿造厂的家庭生产模式。日治时期，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为了要控管物资，规定要先成立关谷49% 的株式会社，才能够酿造酱油。从此，酱油由家庭走入产业，而以黄豆、小麦为原料的日式酱油也在此时传入了台湾。而后来，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株式会社纷纷解散，其中有一部分变成了有规模的酱油厂，另外一部分呢，则是回归家庭，继续依照古法酿造酱油。那台湾用古法酿造酱油最有名的地方，当然就是云林的西螺，因为西螺临近浊水溪，水源丰沛，而且日晒充足，能够提供刚酿酱油稳定的发酵环境。而另外，当地主要的农作物糯米也是酱油膏重要的原料之一，让西螺酱油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全盛时期，西螺的酱油业有几十家，后来受到了化学酱油的打击，目前仅剩下10来家。那这个化学酱油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可以有那么大的杀伤力呢？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就要先来看看酱油是怎么做的。酱油的制作原理是利用微生物分解蛋白质跟碳水化合物，同时添加高浓度的食盐来防腐，产生咸、鲜、甘、香的口味。而之所以会有那么多不同的酱油，关键呢就是在于制作方式跟使用的原料的不同。制作方式的部分主要分成酿造酱油、化学酱油与混合酱油3种。所谓的酿造酱油，就是将豆类或谷物蒸熟、放凉后加入种曲，培养出曲菌，然后再加入食盐或食盐水，长时间发酵，形成浓稠的酱油醪。最后把这个酱油醪压榨过滤，得出生酱油，最后再蒸熟调味、包装上架。这整个过程耗费时间很长，大约历时4到6个月。那因为酿造酱油的时间很长，所以又有第2种化学酱油，这是略过曲菌发酵的过程，把食用盐酸加入脱脂黄豆当中，直接分解为氨基酸液，再经过调制而成的。那化学酱油里面又可以分成水解跟速成2种，差别只在于有没有发酵。水解酱油不需要发酵，只要把氨基酸液调入酱色以及人工甘味剂等添加物，3到7天内就可以上市。而速成酱油虽然叫做速成，但要花费的时间其实比水解酱油长，因为它会把氨基酸液再添加进酱油醪、生酱油里面发酵，制作时间呢大约需要1到2个月。那不管是水解还是速成，化学酱油的制作时间都比酿造酱油短，但缺点就是化学酱油的风味呢比较偏酸苦，风味比较呛，一般认为没有酿造酱油好吃。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第3种混合酱油，又称为调和酱油，就是把化学酱油跟酿造酱油混在一起，降低酿造的时间成本，同时提升化学酱油的风味。那看完制作方式的部分呢，接着我们就要来看看原料了。台湾酱油的原料主要分成黑豆还有黄豆2种。黑豆酱油是正宗台湾味因为发酵时间长、制作繁复，在其他国家已经很少见了。黑豆酱油大部分使用这个瓮缸来酿造，采用干式或是半湿式发酵，光是培养曲菌就要花费5到7天，而且过程需要不时的翻动降温，接着把黑豆上面老化的曲菌洗掉之后才能够入瓮，最后再严封上盖，在阳光下面曝晒6个月到1年才能够完成。而其中半年入瓮到严封的过程呢，叫做印，因此呢，黑豆酱油呢又被称之为是印油。成品它的这个酱香浓郁，色泽黑亮，是台湾料理不可或缺的灵魂角色。而黄豆酱油通常会加入小麦一同发酵，所以又称为是豆麦酱油或者是日式酱油。它的酱色以红褐色为主口感细腻，但味道比较咸。目前黄豆酱油大部分呢都是工业化生产的，采用不锈钢发酵槽湿式发酵，制曲呢也只需要3天，也不需要洗曲，是目前市占率最高的酱油。那除了黑豆、黄豆，还有一些酿造酱油厂会使用比较廉价的脱脂黄豆片，也就是黄豆榨油后的产物来取代黄豆。而化学酱油呢，则是一定要用到脱脂黄豆片或是豆渣。这种酱油因为少了油脂所以风味跟营养都比较低，不过价格也是最便宜的。而另外，除了这几种原料，现在各家酱油厂也都很努力的想要发展出自己的特色酱油，所以也有纯黄豆纯小麦或是黄豆混合黑豆的酱油，各有不同的风味特色。那到了这里，我们对酱油就有了基本的概念，接下来就可以来看看不同的酱油到底有什么差别。首先是吃水饺常见的酱油膏，主要是在酱油里面呢添加淀粉还有糖，所以质地比较浓稠，滋味也比一般的酱油甜。那当然这个偏甜是要甜多少，就是要看个人的喜好了。而另外一个稠度跟酱油膏差不多的蚝油，则是用牡蛎提炼的汁液来当成基底去熬煮，用来增加料理的鲜度。也因为呢有用牡蛎所以蚝油呢是荤食，一般素食者会选择用香菇制成的素蚝油来取代。而再来是生抽、老抽还有湖底油，那这3种呢，基本上是用酿造时间来区分的。那在香港、广东一带，酱油统称为豉油，下面呢再细分成生抽以及老抽。生抽相似于台湾的酱油，但味道较咸而且这个颜色呢也比较淡。而老抽呢，则是生抽完成之后再多发酵2到3个月，最后再加入焦糖色素做成，因此它的颜色会比较深，口味比较甘甜，多用于食物上色，在这个卤肉或者酱烧的料理呢比较常使用。而湖底油大部分是指酿造长达1年的酱油，颜色最深，味道也最浓。而最后是越来越常见的薄盐酱油，一般的酱油呢，盐度大约是在13到15% 之间，而薄盐呢是指盐度低于12% 的酱油。制作当中呢也不得添加防腐剂，因此对于这个有心血管疾病的人而言，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选择。那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可能听说过酱油吃太多会得癌症的说法，这样的说法有根据吗？吃太多酱油会致癌的说法，其实主要针对的是化学酱油，因为化学酱油为了加快酿造时间会使用盐酸去分解蛋白质，而当盐酸碰到了脱脂黄豆当中残存的脂肪时，会产生3单氯丙二醇。另外，为了让酱油看起来颜色更好看，一般厂商还会添加焦糖色素，当中也含有一种叫做4甲基米唑的物质。目前这2种物质都属于可能致癌因子，意思是呢，在有限的动物实验当中可能致癌，虽然无法完全证实会对人类造成伤害，但国际和台湾都对这种物质定有含量的上限。不少民众也因为担心有健康疑虑挑酱油的时候会尽可能的避免化学酱油。不过要做到这件事情，其实对一般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根据国家标准 CNS 423的规定，酱油可以依照蛋白质的含量分成甲、乙、丙级，越高表示品质越好，但这里面并没有规定制成，所以只要调整的好，化学酱油也可以标示为甲级品。这对不清楚酱油的民众来说，要区分清楚是非常困难的。大家除了参考成分表上面的原料，就只能用不太精准的方式来辨别酱油，像是摇晃酱油看泡沫是否充足，隔着瓶子看液体是否透光等等。而且过去在酱油标示法规还没有制定时呢，
呢，有些厂商会在化学酱油上面标榜古法精酿、甲等酱油等等字眼，让民众误以为买到的是酿造酱油。直到2019年，卫福部实施了包装酱油的制成标示，除了规定酿造酱油的标准，也规定水解、速成、调和酱油都必须要标示在包装上面，一般卖场才渐渐看不到化学酱油的踪迹。那化学酱油是从此在台湾消失了吗？答案是并没有哦。因为化学酱油的生产成本低、时间快，所以对于酱油厂商和餐饮业者来说，吸引力还是很高的，被贩售到了自助餐啊、夜市、小吃摊等看不到包装的地方使用。而另外一方面，某些化学酱油还是可以钻法规的漏洞，用酿造酱油的名义继续贩售。像是在2019年的时候，监察院就曾经纠正卫福部还有食药署，认为他们对酿造酱油的判断标准太过宽松，没有办法真正的稽查出所有的化学酱油。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啊！我们每天都要吃那么多的酱油，这样真的没问题吗？有些说法认为，台湾近年来罹癌的人数不断攀升，化学酱油就是元凶之一。不过，这样的说法是不是真的，可能还有待研究。因为根据食药署的资料，60公斤的成人要每天吃300克以上的化学酱油，维持一段的长时间，才可能会对身体带来危害，相当于每天喝下3罐养乐多的酱油。这罹癌之前呢，可能会先高血压吧。而另外一个让人担心的酱油添加物焦糖色素，也不只有在这个化学酱油里面有，在酿造酱油啊、糕点还有可乐里面都可能添加。不过焦糖色素呢，要对身体造成伤害可能要一天喝下1-2千罐的可乐才行。一般来说，应该是不太可能。过去有些人对于化学酱油的印象就是万恶的致癌物，能不吃就不吃。但现在大多数的人都外食，要完全的避开化学酱油真的是很困难。而且我们也是制作这一集才发现，实际上真正古法酿造的酱油手续非常的繁杂，这个成本就直接反映在价格上面。对于利润较低的小摊贩来说，不太可能使用，因此便宜的化学酱油往往就变成了最好的替代品。不过在合法添加的情况之下，化学酱油需要长期且大量的摄取，才可能会影响到健康。所以比起担心会不会致癌，消费者选酱油的时候，或许可以更偏重在酱油本身的营养高低、食材风味还有价格的取舍之上。那希望今天透过这些酱油小知识，能够帮助大家挑选出最适合自己的酱油，也一起来认识这个台湾料理的灵魂。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这样结束啦。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平常买酱油的时候会注意成分的标示吗？不会买东西我只会选大品牌，就算出问题也比较有保障。B 会我都买这个黑豆酿造的酱油，这才是正港的台湾味。C 不会我都外食没有买过酱油。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酱油为什么那么多种。此外呢，你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茶以及啤酒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明晚再见喽。